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改善大脑功能的饮食方法》这本书。作者既是精神科医生，又是营养师，同时还是厨师，可以说是饮食与大脑方面的专家。大家知道吗？饮食对大脑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有医生说，抑郁症的原因就在饮食上。可见你的精神状态和大脑都受到饮食的影响。食物和心理健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选择食物不当，精神问题就会增加。反过来，精神障碍又会导致饮食不良，这正是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如果不重新审视饮食习惯，即使只是使用药物或进行心理治疗，也无法遏制现代社会中精神疾病的蔓延。所以，本期视频将重点推荐这本优秀的书籍。它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如何通过饮食，在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从生活方式上开始改变，从而过上更加明亮、快乐和幸福的人生。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肠道与大脑的联动；第二，改善心情的饮食方法；第三，破坏心情的饮食。每一部分内容都非常有趣，请大家一定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肠道与大脑的联动。我们将讲解肠道与大脑之间紧密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深刻理解饮食对大脑的影响是多么强烈。为什么可以说肠道与大脑是有关系的呢？首先需要从肠道和大脑的发育说起。大家应该知道，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然后由此形成你身体的全部。从受精卵到身体形成的过程称为发育。在这个发育阶段，肠道和大脑是由同一种细胞形成的。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实际上，大脑和脊髓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是由一种称为神经棘细胞的特殊细胞形成的。这种神经棘细胞在发育过程中会广泛迁移，并在肠道中形成肠神经系统。有些人称肠神经系统为第二大脑。肠道和大脑看似相距遥远，但它们本来就是同源的。而在出生之后，也就是说，在你现在的身体中，肠道和大脑依然保持着联系。这不仅仅是曾经连接过，而是至今仍存在着实际的物理连接。你知道迷走神经吗？迷走神经从脑干延伸到肠道，将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连接起来。迷走神经到达肠道后，会像展开细线一样包裹整个肠道。迷走神经穿过肠壁，因此在食物消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确保肠道和大脑之间信号的传递。这些信号既从肠道传到大脑，也从大脑传到肠道。大脑与肠道是一生的平等伙伴，可以说就像夫妻一样。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看看这对夫妻的对话。这种对话当然不是用声音进行的，而是通过化学物质进行的。例如，当你头痛时，会口服止痛药，药物从口到肠道被分解，其中释放的化学物质会通过血液传递到大脑，抑制大脑炎症并放松血管。如果口服的化学物质在大脑中正确发挥作用，你就会从头痛中解脱出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与药物的化学物质一样，肠道产生的化学物质也会传递到大脑，反之，大脑产生的化学物质也会传递到肠道。可以说，这是一个双向的双车道。而在肠道与大脑的这种联系中，广泛使用了大家熟知的神经递质，例如与自身的波动、思考和情绪处理密切相关的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也都参与了肠脑轴的信号传递。在抑郁症或焦虑症患者的大脑中缺乏的血清素，就是在肠脑轴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化学物质。血清素因为直接与情绪和心情相关，经常被人们讨论，而事实上，其受体中90%以上存在于肠道内。实际上，有不少研究者坚信，脑内血清素的不足，主要原因就在于肠道。同时，主管战斗本能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调节，
也由肠道完成。此外，被称为压力激素、活力激素的皮质醇的释放，也有肠道的参与，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压力。在健康人的体内，这些脑内化学物质保证了肠道与大脑的协作顺利进行。然而，如果这些化学物质过多或过少，肠脑连接就会紊乱，整体平衡被破坏，重要化学物质的浓度异常，会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肠道的防御屏障受损。本不应进入血液的大分子代谢产物或化学物质会侵入大脑，引发严重混乱。这种混乱会导致抑郁症、焦虑症、性欲减退，甚至发展为精神分裂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等各种精神疾病。在这里，你可能会认为，要纠正化学物质的失衡，恢复大脑和身体的健康，一定需要大量精密制造的先进药物。当然，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实际上，用于精神疾病治疗的药物，大多都是为了改变脑内化学物质，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这类现代心理健康药物，对于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上天的恩赐，在许多情况下对治疗至关重要。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在讨论心理健康时，往往忽视了一个简单却重要的事实：食物对大脑的影响和药物一样强大。请记住，你的大脑是由你吃的食物构成的，而你吃的食物会以信息的形式传递给大脑。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改善心情的饮食方法。我们将讨论提升心情的饮食，研究食物与抑郁症的关系，并具体说明哪些食物有助于改善心情。结论是，抑郁症对策的饮食主要依赖于益生菌和益生元的摄入。前面在本频道中也提到过，益生菌和益生元是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的食品群。益生菌对肠道环境有益的微生物，益生元、益生菌的食物供益生菌生长使用。通过摄入益生菌和益生元，可以改善肠道环境，因为食物能够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若不良饮食习惯持续，肠道菌群多样性会丧失，导致有害菌占优势，最终对健康造成各种不良影响。近年的研究发现，肠道细菌会影响精神健康，原因在于肠道细菌参与了许多脑内化学物质的生成，这些化学物质在调节情绪、记忆和注意力方面非常重要，包括多巴胺、血清素、谷氨酸、伽马氨基丁酸等。若肠道细菌不正常存在，这些神经递质的生成就会受阻。肠道细菌对精神状态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肠道菌移植到小鼠体内，小鼠也会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症状。对于抑郁症患者，也有很多研究显示，将患者肠道菌群与健康人相比，至少发现50种菌群差异。研究还显示，生活质量高的菌群在抑郁症患者体内严重缺乏。换句话说，通过改善肠道菌群，有可能缓解抑郁症状。2017年，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部的一项动物实验中，发现酸奶中含有的乳酸杆菌能够改善小鼠的抑郁症状。此外，还有研究显示，接受益生菌的人抑郁倾向较低，尿中皮质醇水平也较低。因此，请大家积极摄入益生菌和益生元，保持心理健康。本书中提到，益生菌可以通过补充剂摄入，但通过饮食增加有益菌更为理想。最佳益生菌来源是含活乳酸菌的酸奶，建议选择无糖原味酸奶，开始肠道健康管理。酸奶中含有益生菌，也就是对肠道环境有益的菌群，而这些菌群的食物益生元也是必不可少的。本书中提到的益生元包括豆类、燕麦、香蕉、浆果类、洋葱等。如果在酸奶中加入燕麦、香蕉、浆果类，就可以做出最强的肠道健康食物。建议从今天的饮食开始尝试。另外，日本人本身就日常摄入味噌和纳豆等益生菌食品，仅有意识地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量，就能充分发挥肠道健康的效果。虽然对于精神疾病来说，
不一定能有戏剧性的改善。但肠道健康管理并不是吃自己不喜欢的食物，而是可以从美味的食物中获得好处。如果能找到合适的食物，建议积极尝试。最后是第3部分，破坏心情的饮食，也就是与第2部分改善肠道环境、提升心情的饮食完全相反，会损害心情的食物。虽然要完全避免这些食物可能很困难，但即使将每天摄入的频率改为每2天1次，也会有一定效果。可以先将这些知识记在脑中。结论是，破坏心情的食物主要包括糖、高 GI 碳水化合物、人工甜味剂、油炸食品、不良脂肪、硝酸盐。下面逐一详细说明。第一类，糖。糖在健康相关的视频中常被视为坏东西，本书中也是如此。对于喜欢糖的人，抱歉，但糖作为破坏心情的食物可能让人意外，因为我们吃甜食时会感到开心。如果朋友情绪低落，我们也会买蛋糕给他加油。甜食往往与快乐、愉快、幸福联系在一起，然而实际上，糖可能会适得其反。研究显示，糖摄入越多，抑郁症风险越高，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密切。例如，饮用一罐355毫升的软饮料，含糖约45克，仅喝一罐就会使抑郁症风险增加约 5%。正因为糖存在这种风险，第2部分才推荐大家选择无糖原味酸奶作为益生菌来源。那么，为什么糖会引发抑郁症呢？当然，糖分对大脑生存和正常功能必不可少。研究显示，为了工作，大脑每天需要约62克葡萄糖。然而，如果食用烘焙食品、软饮料等添加精制糖的不健康加工食品，这62克很快就会被超越，导致大脑被过量葡萄糖充斥，会引起脑内炎症，有时甚至导致抑郁症。因此，我们必须对糖分过量摄入保持高度警惕。第2类，高 GI 碳水化合物。高 GI 碳水化合物最终在体内会以和糖类似的方式处理，因此同样会增加抑郁症的风险。不过，没有必要完全从饮食中去除碳水化合物，适量食用富含膳食纤维、低 GI 食品的碳水化合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即便是这些健康食物，如果过量食用也是无效的。需要注意，不管 GI 值高低，如果大量摄入碳水化合物，血糖就会大幅上升，抑郁症的概率也会增加。这适用于所有食物，过量摄入是万病之源，这一点必须牢记。第3类，人工甜味剂。有人可能会想，糖不好，那就用人工甜味剂吧。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人工甜味剂也被认为与抑郁症相关。研究显示，通过饮用减肥饮料摄入人工甜味剂的人，比不喝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更糟糕的是，多项研究表明，人工甜味剂会改变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浓度，这对大脑并无益处。尤其是阿斯巴甜，已有证据证明它有害，基本上建议尽量避免摄入。2017年，对多项关于阿斯巴甜的研究进行复查后发现，阿斯巴甜会在脑内影响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合成与分泌，也就是影响幸福感的神经递质。同时，阿斯巴甜会引发氧化反应，使脑内有害的自由基增加，氧化应激会导致细胞损伤，甚至引起脑部炎症，使大脑更容易陷入抑郁状态。当然，并非所有甜味剂都是有害的，但除了阿斯巴甜之外，像蔗糖等其他甜味剂也有可能引发或加重抑郁症，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点。如果你正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在相关研究明确前，最好尽量避免其他人工甜味剂。第4类，油炸食品。关于油炸食品，日本的研究显示，它会增加抑郁症发作的风险。对于喜欢油炸食品的人来说，立刻完全戒掉可能比较困难，但可以尝试减少摄入频率。当然，如果你平时情绪良好、幸福感强，并且确认油炸食品对你没有任何不良影响，那么按原来的习惯食用也无妨。
但如果你经常感到情绪低落，可以把是否过量食用油炸食品作为检查情绪状况的参考项之一。第5类，不良脂肪。所谓不良脂肪，主要指反式脂肪。对于关注健康的人来说，主动大量摄入反式脂肪的人可能并不多。反式脂肪常用于零食等加工食品，因此建议查看包装背面，确认是否含有反式脂肪。例如，标注氢化植物油或部分氢化油脂的，就是反式脂肪。研究显示，摄入越多反式脂肪，患抑郁症的风险也越高。第6类，添加硝酸盐。添加硝酸盐常用作防腐剂，或者用于改善培根、意大利腊肠、香肠等切片肉或腌制肉类的色泽。它同样可能引发抑郁症。最近的研究还表明，硝酸盐可能通过影响肠道菌群，提高双向情感障碍的风险。当然，有些人非常喜欢加工肉，难以戒掉，这时可以选择使用荞麦粉作为添加剂的产品。荞麦粉中含有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可以缓解加工肉的一部分有害作用。总结一下，需要注意的6类破坏心情的食品包括：糖、高 GI 碳水化合物、人工甜味剂、油炸食品、反式脂肪、添加硝酸盐。特别是，如果你最近情绪不佳，或者正在受抑郁症困扰，建议检查自己是否摄入过量这些食物。如果你每天都很开心，也无需强行减少，只是偶尔稍微控制一下即可。总的来说，我们的饮食对大脑和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了解哪些食物能够提升心情、改善肠道环境，以及哪些食物可能破坏心情，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调整饮食，让自己拥有更稳定的情绪、更清晰的思维和更充沛的精力。改变饮食不必一蹴而就，从每天的小习惯开始，比如选择无糖酸奶，增加益生元食物的摄入，减少高糖、高 GI 碳水、人工甜味剂和油炸食品等，就能慢慢改善肠道环境和心理状态。正如书中所说，肠与脑是一对长期合作的伙伴，当你用心去呵护肠道，你的心情也会随之得到改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